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有一段时间没有做面包了，那今天分享给大家一种盘花的面包，里面可以加入椰蓉或者是红豆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出很多种口味。也有很多朋友问过怎样制作椰蓉馅料，那这期视频正好也就一起分享给大家了。首先我们来和面，材料就这些，需要的朋友可以记一下。这个配料可以当做一个基础版的配料，可以做好多种面包的。由于现在天气比较热，用机器来和面会好一些。那接着我们依次在和面桶中加入400克的高筋粉、20克的奶粉、50克的白砂糖、4克的酵母粉，打入一个60克左右的鸡蛋，240克左右的牛奶。由于现在天气比较热，鸡蛋和牛奶要用凉的。接着就先把这份材料和成一个面团就行。用机器的话，大概几分钟就能成团，就是先和成这种比较粗糙的面团就行了。然后再加入2克的盐、30克的黄油，这2种材料一般做面包的话都是最后添加。加入完这2种材料，就继续来和面，直到揉出手模了。现在的天气比较热，以这份材料为例的话，一共需要15到18分钟吧，差不多就能和好。如果是冬天的话，差不多得需要20多分钟。之前也分享过手揉面团做面包的视频，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只不过现在天气比较热，如果是手揉的话，要么就揉得快一些，要么就中途放在冰箱里降温再揉。揉得太慢的话，面团可能还没有揉好就已经发了。用机器的话也会轻微出现这种情况的，所以鸡蛋、牛奶这种液体一般都是用凉的会好一些。接下来就把面团放在和面盆中，放入烤箱醒发，一般醒发温度就是35度左右，没有醒发功能的就放在烤箱里自然醒发。醒发的时候最好打开加湿功能，或者是在烤箱里面放一盘温水。趁着这个时间来做一份比较简单但味道又特别好的椰蓉馅料。首先在50克软化的黄油里面加入50克的白砂糖，然后把这份材料翻拌均匀。翻拌均匀之后，取来一个比较小的鸡蛋，大概50克左右，打成蛋液之后分2到3次加入到材料里面，每加入1次就把材料翻拌均匀。这一步很简单，就不做过多的镜头展示了。翻拌均匀之后，再加入50克的椰蓉。想吃奶香味道更重一点的，再加入15克的奶粉。这样把材料混合均匀，我们的椰蓉馅料就制作好了。是不是比较简单？而且这个配比还比较好记。准备好的材料可以放在冰箱的保鲜层备用，还可以顺便给材料降温，让材料变得更粘稠一些，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面团醒发好之后就可以来制作了。面团醒发到8分，就是体积膨胀80%左右，不需要再揉面了，直接分成2个面剂子就行了。如果是冬天的话，面团可以醒发到体积翻倍，但是由于现在天气比较热，制作的时候面团还会再醒发，所以留有少许的余地最好。简单的拍一拍整理一下，用擀面杖擀上2次吧，就相当于揉面排气了。最终把面团擀成长有30公分左右、宽20公分左右的面皮就行了。接下来取过来刚才准备好的椰蓉馅料，在面皮上铺上一层。准备的这份馅料能做2个面包，如果只做1个面包的话，记着馅料的分量也要减下来。铺上馅料之后，就把面皮卷起来，简单的整理一下，拍一拍，稍微按的扁一点。接下来把面胚竖着切成3股条状，头部稍微留一点，不要切断。如果会编辫子的朋友，接下来就比较简单了，原理是一样的，切面冲上盘起来就行了。
盘好之后反过来把两端压在下面，我们的生胚就做好了。接着取过来模具，刷上一层油防粘。模具的大小是长约25厘米，宽13厘米，高6厘米左右，和这个差不多的都行，或者是用450克的吐司模具也行，不用盖盖子。准备了2份材料，另外一个的做法和这个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做出不同的口味来。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用蜜红豆或者是肉松，这2种可以买到现成的，是比较方便的。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变换出很多种做法，比如说可以把紫薯蒸熟做一个紫薯口味的，做法非常的多。全部做好之后，接下来就可以2次醒发了。2次醒发和1发是一样的，大概是35度左右醒发到7、8分，基本上已经满模具了。面包醒发好之后取出来，烤箱就可以提前升温了。接下来在面包的表面刷上一层全蛋液，待烤箱预热好之后就可以来烤面包了。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烤箱预热到上下160度，160度也是烤面包的一个常用温度了。如果烤箱比较小的话，要适当的降低一点温度，烤箱越小，实际的受热就会越高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30升左右的烤箱，这种面包放进去烤的时候一膨胀，已经离着加热管很近了，基本上110度到120度左右就够了。当然每个烤箱都不太一样，尤其是烤这种面包，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面包是放在烤箱的偏下层，大概是烤30分钟左右就能烤好，看成色取出。到这里这款面包就做好了，外面有一点脆，里面是软的，很多朋友肯定也都吃过这样的面包，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吃这种红豆的。面包做好之后吃不了的放凉，一定要用保鲜袋包起来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